你说的是没错，但是改不了也得改。你想想啊，老人们都吃了一辈子苦了，老了还要让人看不起，这才叫可怜呢。哎，新医养老中心，啊？什么？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就年纪这么大了啊，你说你这出来丢不丢人呢？啊，你让你的孩子怎么看啊？我们是新医养老中心的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？正好，你们领导到了啊，说说吧，说说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我现在把账给你结了，我补上去啊，补上去行。别补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盯了你很长时间了啊！你这2天一直在我们超市里占便宜，在监控上拍的是清清楚楚啊！还有这杯子，小条也都搁在这儿了，你跟我说你忘了？这个水杯就放在购物车上，哎，他就是不拿出来结账啊，你是说他买了东西，然后忘了付钱就走了是吗？要不是这个监控盯着他呢，哎，他直接呢就走出去了，我们呢还真不一定能抓着他呢。陈总，肖主任，我真的没偷，我真的没偷，我当时我就是心里慌，我要去回家吃点东西，我不知道怎么就糊里糊涂那水杯就放到车上了，我真的不能偷，我这辈子我不是偷，我能偷吗？你说？没事。这位同志啊，他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许就真忘了。你这个杯子我们去把钱付了，这事儿咱们就算了吧。哎，算了，你这说的倒很轻巧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超市从开业第1天到现在一直在这闹幺蛾子？我们这哥几个啊，工资都要被扣干净了，啊，我们还一直在这儿找原因呢。原来是因为我们这超市开在你们这新一社区旁边了，是吧？哎，小伙子，你这话叫什么话？这样说不对啊！对呀，你这可不对啊！哎，你们新一社区真是厉害啊！一个阿姨拿一个水杯，你们社区这得多少个老太太呀？哎，小伙子，你这么说，我可得告你诽谤了啊！再说他是不是偷，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就算他做的有什么不妥，那也不是我们新一社区所有的居民都这样啊！啊，大妈，咱有什么做的不妥的地方，给人道歉。哎呦，我道歉，对不起，同志，真哎，的，别给我套近乎啊！对不起，别给我套近乎！今天你要不然把这杯子给我放回原位，要不然咱就按照超市的规定偷1赔10。这杯子多少钱？127，1270。哎，你我放回去，放回去啊，放回去，在哪儿？哎，牛大妈，算了。不行，我拿回去，要扣我10倍的钱呢。算了吧，牛大妈，你劝劝他。牛大妈，算了，你把杯子交给我吧，我来处理啊。您听我说啊，他们没有权利罚您的款，您先回去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哎，别担心啊！好。哎，你先啊，不能走，偷了东西就想跑。这是我们社区的居民，上年纪让他走，这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我们解决。对你们解决，那我们怎么跟领导交代呀？对呀，不行，我走，你们放我走，我求你们，你让他走，求你们，我们都在这里。他这个老人啊！陈叔小叔，哎，秀菊发生什么啊，事了？秀菊，你可来了！打你妈住到我们这儿开始，我就没见过你。你不要你妈了？哎，他怎么了？他上超市买东西没给钱，让人家拦住了，人家说他偷东西，然后一纠缠拉扯的，人摔着了。啊，有证据吗？人家有视频。真丢人！他怎么干这种事儿啊？这不说这个了啊，就说医院呢现在要急着动手术，要把脑袋里的血块得取出来。那现在家属呢就得签字，还得把手术费押金交了。我马上去交。等等，你妈就里边躺着呢，你不先去看看？啊，这里边没别人吧？哎，
你怕看见谁呀？你这孩子，你妈她在里头，你。哎呀，都瞧见了吧？这闺女还怕给她丢人呢。妈，醒啦？菊儿，菊儿，你说你怎么回事啊？还偷东西？你不怕丢人，也不为我想想，这要让我们单位人知道了。我没偷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动了，别动了，躺好吧。你去交费。还有啊，这事儿你一定要保密，别让任何人知道，听见没有？哎。陈叔，我现在去交费签字啊。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恐怕没时间照顾我妈，还得麻烦你们帮帮忙。还有，我妈这事儿，麻烦你们替我们保密行吗？如果超市这边有什么需求，让他们告诉你们，你们告诉我，一定别让外边知道啊。秀菊啊，我们跟医院联系了一下啊，了解到呢，你妈妈这医疗费啊，恐怕得4、5万块钱呢。当年你妈为了供你念书，早早的从工厂就出来了，花钱买断了工龄，也没有公费医疗。那你看这医疗费，我拿，上次卖房子的钱我还没用呢。不是这话，我们几个商量了。超市这事儿呢，虽然你妈错误在先，但是超市也有责任呐。这拉拉扯扯这个，限制了人身自由，也是涉嫌违法。我们要较起真儿来的话，也是可以主张赔偿的。我不要了，我不想把事儿闹大。陈叔，咱们之前可是签过协议的啊。我妈现在病了，这边照顾她没问题吧？理儿不是那么个理儿。秀菊啊，4、5万块钱对你妈来说不是个小数。小叔，我愿意拿还不行吗？你这回头事儿闹大了，多丢人呐！你们就告诉我，这我妈手术以后照顾她，咱们这边能办吧？是这样，办是能办，但是得收费。原来你妈登记的时候是按活力老人的标准来收，那现在呢，如果需要人陪护的话，得按新标准收费。行，多少我马上交。行了，你先去把医院的费交了吧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如果需要钱，你们就找我，这事儿一定要保密啊！拜托各位了。瞧见了没有？为儿女辛劳了一辈子，老了，还遭儿女嫌弃。哎呦，病人拒绝治疗，是，本来我们已经把他的手术排到了明天，但是他很明确地表示拒绝手术。他这个病如果不做手术取出他的血块，那么预后就会很差，就算能活下来，他的肢体功能丧失的可能性就会很大。那他女儿把钱都交了，他怎么还拒绝治疗呢？他的这个病得需要长期的康复，后期的花费可能需要的更多，所以病人考虑到花费就拒绝手术了。那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要不想陪护，出这个医疗费他总愿意吧？不，我们已经打过了，他女儿是同意拿钱，但是病人不想加重他女儿的负担，所以如果你们不能做通他的工作，我们也只好尊重病人的意愿了。
哎，哎，小水，你牛大妈怎么着了？长青哥，你说说他怎么干这个事儿啊？哎呀，这牛大妈平常啊就是爱占个小便宜物的哈，这回让人逮个正着，你说说这100多块钱，他至于去偷吗？哎，真是这人啊占便宜没够。哎，别动！牛大妈，您要真为闺女着想啊，您就得做手术，要不然她得辞了工作，整天在这陪着您。刘大妈是这样，您看这个手术的钱呢是您闺女掏，这您就甭操心了，您就安心养病，养好了病呢啊，出去好好过日子。我去咨询了明州集团的法务，他们说像这种事儿，超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你们可以去跟他们谈谈。哎呀，可这一谈的话，不就传开了吗？他闺女千叮咛万嘱咐要保密。保密，在超市被抓住，还有什么密可保啊？那你们想想吧，到底是他女儿的脸面重要，还是他的生命健康更重要？牛大妈，您那天在超市出那个事儿啊，和您发病有直接的关系。您看您要不要同意委托我们，从中心的角度出发，和超市去谈判，让他们负担一部分医疗费用？您女儿啊，希望我们保密，她出全部的医疗费用。那您看我们还谈不谈呢？您做主啊。多少啊？多少啊？医疗费呢，一共是5万。差不多够了，但是后续的康复呢，需要更多了。谈啊，那您就是同意委托我们和超市去谈判。好，刘大妈，那既然呢您同意，就说明呢，您是委托我们代理去跟他们谈判，所以呢得需要您在这个委托协议上，或者签字，啊，或者是按个手印也行。行，可以。这是医生的证言，证明牛宝兰这次突然发病，情绪激动，身体受到限制是极大的诱因。这是医院的押金条，第一次押金已经有了5万。我方认为，牛宝兰虽然有错在先，但超市作为一家商业机构，没有执法权，更没有非法拘禁和搜身，以及以暴力手段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权利。我方认为，由超市来承担牛宝兰的全部医疗费用。牛宝兰涉嫌盗窃，他非法获取超市的商品，我们有监控视频，还有赃物为证。我们的保安只是在履行工作职责。我们的保安告诉他，让他把超市的商品放回原处。这件事没有不妥。牛宝兰的身体本来就有病，她发病是她自身原因造成的，跟我们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之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。我方承认牛宝兰有错，牛宝兰本人呢也愿意就其行为向超市道歉，并加倍赔偿，但你方刚才提供的监控视频已经足有力的证明，从下午2点20分，牛宝兰被带到保安室，到5点40分告知我方，我方工作人员到达现场，牛宝兰被非法拘禁已经超过3个小时，期间她被你方工作人员不断的进行盘问、恫吓，致使其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惧之中，直接导致其在5点40分发病。牛宝兰的发病和你方工作人员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。牛宝兰的行为呢，能不能构成犯罪，咱们有待讨论。但是，你方工作人员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，我方坚决要求由你方来承担牛宝兰的一切医疗费用。
对不起啊，能不能请贵方先回避一下？我们有些事儿想私下商量一下。刘总，我觉得他们说的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你想，毕竟咱们的保安确实是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。你想，咱们超市刚刚开业，如果真的闹出了非法拘禁的行为，对咱们超市形象好吗？可如果我们承担了他的医药费，我们也很冤枉啊。超市从开业就失窃不断，现在好不容易抓到个人吧，我们反倒要赔偿。哎，当然，这一块谈判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就算他们不懂，他们的律师肯定也会懂。咱们手里拿着这些视频作为证据，随时可以举报他们违法拘禁的。所以我相信啊，他们是会做出适当让步的。哼，我都替超市觉得冤。哎，这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是代表牛大妈的，我们当然得维护她的利益。我觉得明珠说的没错，你说咱的人上这买菜去，啊，又扒又捏的，好容易抓这个小偷了，结果呢，还得替小偷来付医疗费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就给他定性是小偷了？哎，万一牛大妈人家真的就是忘了付费呢，那就不是偷窃的行为啊！啊，各位啊，这法理跟情理有时是冲突的。咱们的居民就算有错，他的合法权益也是会受到法律保护的。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。至于他所犯的错误，就看以后你们怎么教育了。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有着分寸不当的问题，但是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，我们同意对牛大妈做出一定的补偿，其数额不能超过住院期间实际花销的30%。那就是没得聊了。哎，等，我们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而来的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如果让我们承担全部的医疗费，肯定是不公平的。就算那天发生的事情给他的情绪造成了刺激，那归根结底，他的病啊还是长在他自己身上的。我们会尽最大努力，承担他这次住院医疗费的50%。但我还有一个条件，这位牛大妈必须公开赔礼道歉，允许我们拍摄视频，在超市内部播放。这可不行，这是侮辱，以后他还怎么做人呢？法律上来说也是不允许的。你们这样就侵犯了他的隐私权跟名誉权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如果他不公开承认道歉并赔礼道歉，大家看到的结果就是有人道歉，超市反而承担了医疗费，以后盗窃的问题还不越来越严重啊？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进入到文明时代了，这动不动就公示，这行为有点粗暴。这样吧，我们再做最后一次退步，我们同意给牛大妈一定的赔偿，但是牛大妈要写一份道歉声明，允许我们张贴在超市门口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条件。我不去了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这老人太可怜了，辛苦一辈子，老了，还得受人的羞辱。哎，不是，他可以不答应对方的条件呢，不过就是放弃了50%的医疗费而已啊。对，他能放弃吗？50%的医疗费也是2、3万块钱，他要不是看重钱，他能到超市去占那点小便宜吗？哎，他走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无语了，向哪走？牛大妈，人家就是有这么一个条件，你要能同意呢，他们
愿意出50%的医疗费，大概有2、3万块钱呢。啊，就是要写个道歉声明书，承认您的道歉。这个声明书还要在超市的外墙上公示半个月，不提您的名儿啊，就说是小区的某一个居民干了这事儿，您能同意吗？牛大妈，这事您可得想好了。我觉得您还是要征得您闺女的同意吧。我真的没跟他说啊。您居然这么快就答应了？您可得仔细想想啊！要在外面贴15天呢，您不就是忘了付钱了吗？不是不写名吗？谁不知道是您呢？您自己承认了偷窃，而且还张榜公示。牛大妈，往后你可怎么做人呢？牛大妈是这样，您要是同意人家的条件呢，就得在人家起草的道歉声明上签字画押，而且以后不能再反悔了。当然，您要是不同意呢，他也不追究您的盗窃责任了。但是这医疗费呢，得您自个儿掏了。同意。结局不堪设想。干嘛？哎，你看，我保证今后我不会出现，以后一定要做个诚实守信的人。这仨瓜俩枣的钱你怎么还贪呢？多没素质啊！哎呦，这还一居民家啊？对，这可丢死人了！我现在就觉得呀，好像偷东西的人是我似的。你说这以后还有怎么有脸去超市啊？你说这超市也真是的，多大个事儿啊，这么较真儿，何必和一个上了岁数的人一般见识？差不多就行了。哎，这个不能怪人超市啊，这是怪牛大姐不争气。这人呢都有犯糊涂的时候。你在超市里悄悄地扒白菜帮子占便宜，让人抓住2回，这事疗养院的人都知道。我那可不是偷，你还好意思解释？你这也是50步笑100步。大志啊，是吧？哎，来，坐，怎么样？你这拍的还顺利吧？挺好的呀。啊，怎么这么吵？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我，大志啊，我就想跟你说哈，你在那儿拍了一段时间了，对我们这儿的情况也算是有些了解啊。这个人老了呀，他凑到一块儿，他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各种各样毛病他也带着就老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到一块儿以后，他有的时候他也有他们的毛病缺点，也一波一波的。没事，这个说那个，那个说那个的。我意思是说，要是遇上这种情况呢，你这个拍这种东西啊，可一定要。哎，叔，你放心啊，这个人啊，他都是多面的，有好也有坏。哎，不是每个老人他都能美好的老去，对吧？对，有灰暗，他也有光明。是，所以叔叔，您说的这些我都懂，我一定如实的把它都拍进去。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啊，你不是拍这个纪录片吗？你这个可以。我明白了，叔叔。没想到您对艺术的造诣也这么高。我们是纪录片，纪录片的本质就是记录真实，好的坏的，我们一定全都记录进去，这样才有拍纪录片的这个意义。嘿，我这，喂，哎，您好，您是徐大妈的徒弟吗？我师娘。是这样，这徐大妈受伤了，在市中心医院呢，您能马上过来一趟吗？怎么了？哎，护士小姐，麻烦问你一下，刚才有一个大妈是摔了的，送过来了，是哪个病房？你知道吗？就在这个病房，就这个病房。谢谢您啊，谢谢啊。师娘，哎呦，别动！您这唱的是哪出？您说您这，哎呦，师娘不是我说您啊，您说什么事儿您不能跟我说呀？您跟中心说说不也成吗？非得一个人没事往外跑，您跑出事儿来了吧？
你说这要让玲玲看见，她得多难过呀！我呀，我就是去了一趟玲玲的家，回来就摔倒了，真是。走得好好的，怎么能摔倒呢？您？我呀，回来的时候啊，坐那公交车哈，我觉得我是好像有一点点头晕。下了车以后呢，我又走了一段，脑袋就迷糊了一下，身体一软就摔那儿了。哎呀，你说真是人老了不中用了哈。嘿，师娘您别这么说，您是辈儿大，岁数可不老。您比我大不了多一点啊。您是不是高血压犯了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大夫说他一会儿啊，等我们家孩子来了以后呢，他再过来一趟，说明一下情况。哎，那您不是去玲玲那儿了吗？啊，您没见着啊？我怎么打电话给他找不着他呀？他今天呢，去找工作去了。哎呀，我今天呢，看天气不错，我想过去帮他干点活儿。这大的这个拆洗洗的我也干不了了，小的帮他归置这还是行的。这没想到我这就摔了，真是的。行了，师娘啊，您也别自责了。您听我说一句，到了您这岁数，能把自个儿身体管好了，没病没灾儿，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。哎，对了，一小伙子把您送来的吧？刚才他还给我打电话联系的呢。对，哎呀，这小伙子真是不错，要不是遇见他呀，我还不知道在那儿得躺多长时间呢。嘿，哎呦，哦，对了，好像我这住院费都是人家垫付的，真应该好好的谢谢人家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谢谢人家。这天底下还好人多嘛，对吧？哎呀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把大妈带过来的，他还帮大妈垫付了住院费。哎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小伙子，您是？哎呦，谢谢您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。是。哎，我怎么称呼您？我姓李，您叫我李良就行。啊，应该的，赶上了。李良啊，我姓肖。这耽误您工作了吧？没事，不耽误。我这正好去马家沟跑一单活，就看见大妈就倒在那公交车站旁边的小路上了，我这搭把手就给送来了。您别客气。要不是遇上您，他不知道在那地上得躺多长时间呢。小伙子，您把我师娘送到医院，还给垫了医药费，应该的。哎呀，我真是。对了，您给我师娘垫了多少医药费？我一共交了3000块钱押金，您去找护士看单子就行。好，没问题。咱们俩加个微信吧。咱俩加个微信，你要信任我的话，我处理完这边的事儿，我马上把钱给您转过去。我扫您啊，李良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您我信得过您哈。哎，咱反正还联络着呢啊。好，那您赶紧去看看大妈去吧。通过了啊。哎。目前病人呢是2处髋骨骨折。啊，2处呢？哎呦，这怎么？您甭着急，甭着急。那这种情况算严重的吗？妈，哎呦，妈，病人来了。你怎么样啊，妈？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啊。你还说没事儿呢？你看都这样了，你今天非得一个人出去干什么呀你？行了，你先别说了，大夫在这儿，你听听大夫怎么说啊。我妈什么情况？病人目前是2处髋骨骨折，考虑到病人年纪大了，还有高血压，身体条件不允许手术，目前我们建议还是保守治疗。保守治疗？那保守治疗要多久啊？那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，快的话3-2个月，如果慢的话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还是建议您住院多治疗一段时间，不建议回家静养，因为卧床期间容易诱发感染，特别是肺部的感染。你看，行，不是，反正情况已经是这样了，那听医生的呗啊。大妈呀，等情况稳定了以后，建议您做一下全面的身体检查，看看这次摔倒的诱因。对啊，妈，你怎么摔的？大夫，那个我在这治疗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啊？您有医保吗？有，二老太太的工龄啊，我们那儿能报85%以上。
大妈，您就安心养病吧。病人家属，您跟我出来补几个签字。哎，你去。啊，长青啊，您说，师娘。你说师娘可怎么办呢？玲玲这么难，我还给她添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，还要花这么多的钱，她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现在都已经这样了，您担心玲玲也没用，她伺候不过来您，还有我呢吗？我们俩轮班来不行吗？对不对？不许再这样想了，好吗？就安心养伤。哎，这个是病人的治疗方案和费用，您看一下。那玲玲，手续都办好了吗？哎呀，那这么着吧，看来咱们是得打持久战了。你在这儿守会儿师娘，我回养老中心，把她日常该用的东西我都收拾收拾给拿回来啊。你这要花多少钱，妈妈？这多少钱啊？3个月好几万。哎呦，还不包括并发症之后的费用。你说，哎，你在长青哥他们那儿溜溜弯、晒晒太阳多好呀！你非得去我那儿打扫什么呀？哎呦妈呀！我现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，你非得给我添乱。哎呀，玲玲，你别这么说呀。这师娘她去你那儿给你收拾，她不是也是一份好心吗？啊！长青哥，你别劝，我还得问你呢，你是不是保证过照顾好我妈？是。那现在呢？当时把我妈送到养老院，就是冲着您去的，对吧？对。您要是不在那，我谁都不相信。那现在我妈一个人出来了，有人管过吗？有人问过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回去翻翻合同，照顾老人是不是你们的义务？你们是不是应该尽责任啊？你们负责了没有啊？玲玲，别说了，这不怪长青啊，都是妈不好。哎，行了啊，我今天不去找工作了，我陪着你。长青哥，你要不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，我妈住院这段时间，这怎么弄？你们是不是应该找个人来照顾一下？我这情况你也知道，我没办法天天陪。哎，玲玲，我没走呢，我在楼下呢。啊？啊，好，那我就在楼下等你。好嘞，马上到啊！那我给您放外卖箱，好吧？好嘞。那小伙子啊，不像啊他。这不像你就把人放走了？长青哥哪有这么多好人啊？这，要不咱们报警吧？不是你先别着急啊，你想一想，那小伙子他要是撞了人，他干嘛？他还把那撞伤的老人给送到医院了，他自个儿跑了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嘛？而且你看他还跟我加了微信，你看，还加了微信，还给师娘垫了那个住院的钱，他真是不像。可刚才我妈亲口这么跟我说的，说那小伙子撞了他，我妈亲口跟我说，就刚才说的。师娘亲自跟你说的啊？那可就不对了，师娘也是亲口跟我说的。说幸亏这小伙子来了，要不然他不知道在地上躺多长时间呢。你看，不是，长青哥，你看我妈这血压一高起来，不就不记事儿吗？再被一撞就记不清了，这会儿缓过来了，什么都记得了呀。不是，你说，
人家还给垫了钱的，你说他要是不心虚，他垫什么钱呀？我说的就这事儿。你说他要是心虚，他干嘛还垫钱呢？他跑不就行了吗？不是，长青哥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先把他叫过来，我们当面问清楚，行不行？而且你跟他说，他要是不来，就是他心虚，我就得报警。行，你别着急，我给他打电话啊。哎呦，哎，李良啊，我是你肖叔。肖叔啊，怎么了？现在啊，这个说法有点矛盾。哎，那个大妈这边说是你把他给撞的。什么？不是，那大妈亲口说的。亲口说的。哎，您接着说。你这样能不能你过来一下？我们还在医院呢。啊，当着那个大妈女儿的面，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。啊，好，行，你等会儿啊，那大妈女儿跟你说话。哎，那个你现在过来一次啊！你要是不心虚，你就现在过来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过来，我就报警。我心虚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这儿办了件好事儿，怎么还成我的错了？我忙着呢，我这跑单子呢，没空去。我告诉你，你所有的信息我都有啊！你要是不过来，我就去你们平台告你啊！我就投诉你，让你没工作。不是，你什么人呢？怎么都不讲理呢？那我现在过去一趟行吗？这白的还能让你们说成黑的了？相信没王法。玲玲，咱们再都冷静一点啊！你再想一想。师娘真的是亲口跟我说的，啊，她是不是？你不是说她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吗？是不是她糊涂了？她亲口跟我说的，这小伙子把她给送医院，扶她起来的。哎呦，长青哥呀，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？你怎么总帮着别人呀？是，哎，你想一想啊，这合着不是你亲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把我妈当亲妈那样照顾。那你好歹的，你也不能这么的把我们当傻子吧你？你这话重了啊！哎，师妹，你这话太重了。行，你现在不冷静，我也不跟你说这个。反正咱跟人打电话了，人家来，对不对？我在医院等他，你们俩当面说清楚。说不清楚，我支持你报警，让警察处理。肖叔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没跟他们解释清楚？他在那儿吗？不就凭你一张嘴吗？是。李良啊，我确实不在现场啊。现在我师娘说是你把他给撞了，所以我就把你叫过来，你们一块儿，咱们当面把他说清楚呀。大妈亲口说的，可是我骑车路过的时候，这大妈都躺在那儿半天了呀。我要是不过去扶，还不一定得躺多久呢。要不让大妈亲口说？哎，大妈，妈，是他吗？师娘，您再想想，您怎么摔倒的？是他撞的您吗？咱可不能冤枉好人，您说呢？您岁数大了，需要人帮助的地方还多着呢，咱不能让人办了好事还受委屈，对吧，师娘？长青哥，现在是您和稀泥当好人的时候吗？不是，您要是再这么说，您出去吧。这个不是，您长青哥，您出去吧，您别和稀泥了。没看见刚才我妈都点头了吗？你仔细看着他，啊，是不是他？大妈，您看看我，是我撞的您吗？对，哎，你站那！大妈，您看看我，这是我撞了您吗？哎，妈，你说出来，我在这儿呢。不行，咱们报警啊！他的资料我们都有，你别怕，你说。妈，你别怕啊，是他吧？大妈，就是你。大妈，您看着我跟我说，
是我撞的您妈。你别逼我妈了，行不行啊？你没看她这样啊？肯定就是你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你们这不是讹人吗？他妈，您摸着良心说，我们讹你，是我撞的您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妈之前所有的费用走医保吧，不用你管，但这后续包括营养费，这必须你来吧，这是你的责任啊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你。警察同志，这人真不是我撞的。你这一个月能送1600、700单吧？可以，够拼的。上个月3处违章，这个月一半还没到，又2次违章。汽车走人行横道不礼让行人啊，还闯刺红灯。我就说他是惯犯吧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他违不违反交通规则，跟撞没撞许大妈这是两码事儿啊！他警察也得讲证据啊。这位大叔是个明白人，这是交警提供的监控视频，你们来看一下。时光，能否请你慢一点，慢到足够同过往告别。时光，能否请你快一点，快到忧愁烦恼都忘却，打包所有疲倦，蒙着眼还向前，柴米油盐偶尔冒险找一个梦去实现。我们一年一年一年围着幸福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酸甜苦辣尝遍，遗憾没有最有钱。这一生人海来去，沿着圆的轨迹，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。春夏秋冬，岁月漫长，东南西北，人海闯荡，太阳照常升起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总有人一路同行。我们一年一年一年围着幸福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酸甜苦辣尝遍，遗憾没有最有钱。这一生人海来去，沿着圆的轨迹，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。一天一天一天哭过笑过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悲欢离合走遍，没有解不开的结。这一生团圆分离，回望每段情离。请每个努力生活的你。